接下來我們要特別關心北京2大重拳開砸了日本。今天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中國大陸對日本的限制，這個是氧化鋰直接歸零了。重挫的是日本的產業，包括了東槽，它直接停產，半導體產業全面告急。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一樣的，我們在留言區來做留言。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的這一波對於日本的報復，包括禁止它的氧化鋰的出口，會重挫日本產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這個反應才剛開始，還要持續觀察，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好，日本這一次是真的被打到痛點了嗎？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稀土的殺招，我們之前講的就是這種總量一個全面的封鎖管制，但是呢，這一波最新的管制，沒有想到是打的叫做一個精準的打進了產業的咽喉，是什麼呢？就是目前為止最難替代的這一款重金屬，也是高端制造業的命門的關鍵重稀土，它是氧化鋰。好，大家会说那氧化鋰是做什麼的呢？其實呢，對於日本來說相當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半導體相關的製程都會需要用到氧化鋰。另外呢，我們來看到包括了像是高性能的陶瓷、精密的光學，還有軍用的這種耐熱的塗層，其實也都要用到氧化鋰。再來就是包括了雷達材料等等哦。所以呢，我們就看到這個對於氧化鋰的需求不斷的攀升的同時呢，我們也看到出現了連鎖的反應。如果沒有氧化鋰，會造成什麼樣子的現象？稍微到觀眾朋友了解一下。包括呢，整體的日本的產線週期會被拉長，你所使用的這些設備的壽命也會縮短，新的產能當然也會跟着延後，國防材料供應會因此短缺。在氧化鋰的缺乏之下，我們有看到它的價格到底漲幅有多高呢？2024年底的時候，它1公斤的價格竟然是不到8美元，但是現在來到了2026年，甚至在歐洲市場，每公斤價格已經狂飆到850美元，代表什麼意思？2年之內，氧化鋰的價格漲幅超過了100倍。那麼更直接的衝擊，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日本的企業，這一家東槽集團，它的氧化鋰的原料現在面臨嚴重的短缺，被迫是宣布全面停工停產。另外，其他對於中國大陸高階氧化鋯的粉體的供貨，也因此原本掌握的這些日本企業也是全面的退出了供應鏈。這個是掌握高端的醫療陶瓷市場的這些日本企業受到嚴重的影響。委員怎麼看這個氧化鋰被切斷對日本的重擊有多嚴重？對，因為我在大學在台大念的是化工系哦，然後呢，後來念博士的時候是念材料的，所以過去在念書的時候，我們對那個元素表很熟，那元素表可以倒背如流的。我不曉得有幾十年沒有好好看一下元素表了。這次是因為這個中國大陸的稀土管制哦，讓我重新拿元素表回來看了一下。那我盡量用比較簡單的這個方式來讓大家知道這幾個這個相關的這個金屬元素哦，到底中國大陸這一次的重擊到底造成了什麼樣廣泛的影響？那現在我們在講鋰這個東西啊，那麼鋰這個東西呢，它其實有2個重要的功能。第一個呢，它扮演了這個晶體結構的穩定劑啊，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要麼就是用原子組成，要麼就是分子組成。在這些組成的過程當中，都極有可能因為過冷過熱，它的晶體的結構就變了。那麼因此呢，鋰這個東西呢，只要加進去，它就可以讓這個結構不變哦，不管冷或熱，它的結構都不會變，所以叫做是一個很重要的穩定劑啊。它其實不是一個說專門靠它能幹嘛的，可是它在這中間去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然後第二個，因為它可以超高溫耐腐蝕，就超高溫耐腐蝕的防線就要靠鋰這個東西了哦。所以呢，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幾個行業，我一個一個講啊。就第一個先講什麼叫做精密陶瓷。其實精密陶瓷最常用到的就是我們的牙齒啊，就是我們的這個補牙的牙齒牙冠，就精密陶瓷。那麼這個精密陶瓷的重點在哪裡？精密陶瓷呢，它的原料呢，就是剛才這個思敏講到叫氧化鋯啊。可是氧化鋯這個東西呢，它的好處是硬度很高，所以你把它拿來做你的，比如說後面的這個臼齒的補牙，就放一個假牙在那裡，你在咬合的時候呢，它就耐高壓哦，就不會咬一咬就爛了哦。可是問題是，這個氧化鋯有個特點，它雖然優點是強度很強，然後第二呢，你用氧化鋯現在做我們的假牙，它不是鐵，所以它跟你的牙齦啊不會有反應，不會讓你的牙齦變黑，不會讓你有過敏哦。所以呢，大家現在大部分的我們在看到的植牙補牙都在用氧化鋯這件事情。然後再來，當然就是因為它外觀很自然，看起來就跟一般的牙齒無異哦。但是關鍵問題來了，它有個缺點，
就是這個氧化鋯哈，你拿來做了牙齒，如果只是单純拿氧化鋯來做，太冷太熱啊，它的那個晶體的結構就變了，所以呢它就不持久了。所以那要怎麼辦呢？只要加3%到8%的氧化乙這個東西加下去，我剛剛說過，它就是一個結構穩定劑的功能，那你的假牙就可以用，你的牙齒就可以用了啊，不會因為過冷過熱而改變哦。那麼重點回過頭來再來看，在半導體產業也是，你知道我們在做半導體產業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蝕刻嘛，哦，就在晶片上刻，這個做一些蝕刻的動作。可是蝕刻是什麼刻呢？其實，在半導體產業裡頭，它都是用氟基或者是用氯基的電漿去刻的。可是電漿的我們叫做乾式這個蝕刻，可是電漿的這個腐蝕性很強。所以呢，如果呢今天你沒有像氧化乙這種東西哦，號稱全宇宙最強抗電漿的這個腐蝕。它是全宇宙最強的。如果今天你沒有它，那麼你在你現在的蚀刻機內部，你沒有氧化乙做保護哦，你蚀刻機內部馬上就被電漿腐蝕了。那你這個蚀刻機所有的這個重要的零組件也會受到影響哦。所以這就是在半導體產業能夠造成的影響。那你接過來講，我們說在國防工業為什麼造成影響呢？各位知道，因為對這個乙來講哦，它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它是一個抗這個熱阻脹層，它可以抗熱啊，抗高溫哦。所以呢，需要什麼呢？隱形戰機，隱形戰機的那個發動機渦輪的葉片啊，它在轉動的時候，它會有高溫。這個是幹哥廠家，它到1400度到1600度 C， 這麼高的溫度，它足以讓金屬融化了。那怎麼辦？那你就需要像氧化乙哦，用氧化乙來穩定的氧化鋯。我剛才講過，就是我們做陶瓷牙的這個氧化鋯，你必須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後塗在上面。那麼因此呢，它才能夠抗高溫。那我們講的高超音速導彈也是啊，高超音速導彈在大氣層裡頭跳來跳去的時候，它經過大氣層都有因為摩擦而產生的高溫呢。所以這個彈頭的整流罩，它也需要用氧化乙加氧化鋯加在一起做成的熱阻脹層嘛，否則你這個彈頭一下就融掉了。那你现在講到的像光電跟雷達都是同樣的道理，光電跟雷達都要用到乙。在光電你要用到的是乙鋁合在一起的16-10，在雷達你要用到的是乙跟鐵再加入16-10，所以呢，基本上你會發現說，雖然乙哦，這個看起來好像大家從來都沒聽過的這種稀有元素，但是光是在乙這件事情上，它只要打這個乙這張牌打到日本的話，它馬上所影響到的產業層面就是非常廣的了。好，所以我們现在目前看起來，中國大陸出了這個新招哦，已經重挫日本的產業，而且現在這個影響正在擴大蔓延當中。從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的，從半導體產業到軍事產業，甚至到醫療產業，還有呢就是最新宣布的東曹說的這一間企業已經正式的宣布，接下來會全面的停產他們對中國出口的這種高階的氧化鋯的粉體，不只對中國，對全球出口都會因此全面的停產。那這個影響才正在擴大當中而已。結果沒想到中國又繼續的強化於對於日本的制裁。最新他說同步升級的就是針對於日本的稀土了，稀土精準的管制，把20家日本的企業也納入了出口管制的名單當中。這當中涵蓋的包括了研究單位、防衛研究單位、三菱電機、三菱重工、川崎重工，還有另外20家說要出口的觀察名單當中也被列入。再來，日本不是沒有反制，我們看到日本立刻有了新的反制動作，重點是有沒有效。好，2個動作，第一個，南寮島它在這邊宣布要啟動深海稀土的計劃，成本大約是陸地稀土的20倍以上，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信越化學說要擴建稀土的冶煉，日本政府也說了，好，那你要擴建，我接下來會補助你175億日元來建立全面的供應鏈，來得及嗎？幹哥怎麼看？這絕對來不及，好嗎？為什麼？很簡單嘛，信越化學它要在那個福井縣，它要建稀土精煉設備，日本政府補助175億日元，大概是等於多少？大概是50多億台幣，好不好？我們今天坦白講一句，中國在50年來的稀土的精煉產業上投下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根本你沒有辦法想象。但是像南寮島這個例子，說句實在話，對於日本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希望。為什麼？因為他們說蘊藏了多少重稀土哦。就是那17種元素哦，他說可能有230兆噸，可能有這麼多。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開採的成本要多少？你只想到運廠有多少，但你有沒有想到開採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先講日本有沒有開採技術？有，絕對有。為什麼有？因為日本，我光是講一個東西哈，就是說日本在全世界的這個水下機器人的這個技術上面是獨步全球的，甚至比美國還要強。為什麼呢？因為日本在2次大戰的教訓，他們對於潛艇救難是非常重視的。所以，如果一旦全世界發生了潛艇遇難的事件的話，日本的潛艇救難艦是數一數二一流的船。所以，如果說發生是這樣的事情呢，說不定我們台灣啊、澳洲啊很多國家都要依靠它。所以，它對於水下機器人跟水下救難，它是非常有經驗的。可是問題是，你要在南鳥島的5600公尺深的海底進行開採作業，我說句實在話，你有沒有這樣的技術？我相信一定有，但是你有沒有這樣的成本？你沒有，而且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挖上來的重稀土要怎麼經過精煉？信越化學，你現在就要蓋。如果你今年不蓋，我可以告訴你，等到2027年。南鳥島的那個地球號終於去現場，經過現場的科學的鑑定，確定沒有錯的時候，好，那三井重工就要進來了。他開始挖的時候，請問一下，你的廠都還沒有蓋，他萬一真的挖上來之後，要送去哪裡精煉？你是不是又再送回中國去精煉呢？啊，對不起啊，中國再幫我們精煉一下吧。你看到時候中國會不會理你？不過說句實在話，日本這個賊子般的民主，他從去年下半年他已經多買了30%的30%的地鋅氧化鋰。剛剛那個委員講的氧化鋰，他們也多買很多，偷買。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反應過來，被他們買了一堆去。所以現在他們可以暫時還可以撐着，但是快要撐不下去了。那很多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東西，剛剛委員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日本他其實老實講，他以小博大，他希望說他能夠真的在南鳥島開採到這個很重要的稀土礦產。可是問題他後面的那些步驟要怎麼做？說句實在話，高市早苗，我看不出來你要怎麼做。你的計劃一點都不實際，而且很可能會胎死腹中。好，這個是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對日本打的這個稀土戰。那另外一方面，在海上也打了另外一場的這個警告戰哦。中國的海警船呢，近期我們看到已經在這個沖繩與那國島以南的日本專屬的經濟區這邊來進行一個常態化的巡航，包括他在這邊護航他的調查船跟他的公務船。關鍵的變化就是，過去好像比較長的是主張哦，現在變成一個實際執行他的管轄權，可以這樣解讀嗎？岳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大陸目前為止的話呢，他們原來不是有所顧忌，而是說呢，希望找一個借口啊。那麼我覺得那個2022年的8月2號，佩洛西竄訪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借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從那時候開始啊，整個繞台的演習就沒停過，就沒停過。那麼這一次的話呢，也是日本跟這個菲律賓啊聯合起來要處理這個台灣東邊的這個劃界的問題啊。那民進黨這邊不做表示啊。我記得非常清楚啊，27號做這個宣布，28號這個大陸的外交部就做了回應，29號就開始，也是一樣啊，也是海警船啊，海上的研究啊，科學調查什麼的，這是東部的海域。那麼這個裡頭當中呢，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說是這個日本所謂的沖繩線，大陸不叫沖繩線，叫琉球。那麼這個的話呢，大陸寄出來這個他們的法律，這個法律講的就是說強調這個琉球根本就不屬於日本，只是美國私相授受，讓這個托管啊，因為我們從小在保釣那個歲月長大，就是說美國的話呢，給日本的話私相授受的原因，是因為美國那個時候有絕對的威力啊，那麼連台灣海峽基本上的話也都過不去。那大陸借這個機會呢，隱忍的不發啊，一直到現在的話呢，突然之間就出現了非常多的情況。我覺得綜合前面兩位所講的，有關於稀土的部分的禁運啊，搞到日本沒有辦法。
啊，用這個富士電機裡面搞2個人去偷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那麼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通過海警船是要延伸它的主權地位，那慢慢的話就實際巡航。那麼有關於這個釣魚島的事情也是這樣子，所以現在你要講說是這個整個琉球的話呢，實際上的主權大概大陸就是在日常執行當中。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